养母脑瘤晚期，死前只想看到我跟他女儿苏家山的婚礼。我跟他说明养母病情，跪在地上学狗叫逗他逐马笑。他终于答应结婚，可他缺席婚礼，只叫人捎来家里宠物狗，让我跟他办婚礼。养母气到昏厥，当场被送进急救室。我给苏家山打电话，求他来见养母最后一面，那边却只有男女变调的喘气声。后来，我给养母办完葬礼，满心疲倦跟他说分手，他却极力挽留。我妈遗愿就是让我们结婚。你忍心他死不瞑目吗？可是苏家山，养母遗愿是让我幸福，从来不是让我娶你呀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养母葬礼办完，我回家就累得睡着了。睡梦中又经历了一遍白日的难堪。我穿着西装站在台上，苏家山却久久不到，只有她好姐妹替她送来家里宠物狗。狗穿着一身小婚纱，身前佩戴着新娘的胸牌。那人还拿出我跪在会所地上学狗叫的视频，投放到了舞台大屏幕上。话筒里他的声音传遍全场，珊珊太忙来不了。他说陆晨喜欢装狗，找只母狗跟他结婚也一样。场上宾客们诧异鄙夷，同情不屑的目光，让我难堪到近乎窒息。我脸色惨白，身体摇摇晃晃。可脑癌晚期的养母悲哀惊叫一声，比我先倒了下去。一片兵荒马乱中，她被送到医院急救室。可是养母脑癌晚期，本就时日无多，她经受这么大的刺激，当时就不行了，只撑着一口气想见苏家山。从婚礼现场到急救室，我给苏家山打的电话一通又一通，第29次才有人接，却只有男女暧昧的气喘声。成年人一听就知道他们在干什么。我在电话接通后就点了外放，匆忙想挂断时已经晚了。养母听着那边的动静，一口气没提上来，死不瞑目。我从噩梦中惊醒，额头冷汗涔涔。苏家山也不知什么时候回来的，就在我床边，他抬手擦去我额头上的汗水，满眼戏谑。我就是陪阿波玩真心话大冒险输了，才缺席婚礼，假装出轨，又不是真不要你了。瞧你吓的。张旭波也走了进来，揽着苏家山肩膀大笑，姐夫，就开个小玩笑而已，你不会玩不起吧？又是开玩笑。类似的事不知发生过多少次。我毕业典礼上，张旭波在我头上身上喷满彩带，我的毕业照连脸都看不清。他说是小小恶作剧，无意惹我生气。苏家山让我大度。我生日会上，他把我按进3层高蛋糕，
害我差点被固定装饰物的竹签刺穿眼睛。他说开玩笑，苏家山让我别跟大男孩计较。我的订婚宴上，他在我礼服上动手脚，害我衣服撕裂，险些走光。他说只是活跃气氛。苏家山说大男孩天真活泼。我发脾气太不应该，我以往都忍了，可这次我对苏家山失望透顶，再也不想忍下去了。我站起身，分手吧。苏家山比我还不满，陆晨，吃醋也得有个分寸。我只是陪阿波玩游戏，输了接受惩罚而已。难道你想让所有人嘲笑他输不起？又是这样，每次他们把我的尊严踩在脚底，却总能反过来，理直气壮指责我。我气得大喊，所以他的面子比我们的婚礼，比你亲妈的命还重要吗？噗嗤！张旭波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姐夫，你还挺入戏哈，演得跟伯母真脑癌晚期被珊珊气死了一样。这是珊珊说你太木讷了，你学我跟人开玩笑吗？珊珊，要不我们配合姐夫哭2声。他捂着脸，开始嚎丧。苏家山有样学样，末了看向我，也就我跟阿波会这么配合你的冷笑话了。现在开心了。他的戏谑跟不以为意，如同利刃，割断了我最后的理智。我抓着水杯，泼了他们一身。张旭波被泼了一脸，大叫一声：操！你他妈有病吧！苏家山这下笑不出来了。陆晨，是不是我太给你脸了？他扇了我一巴掌，我脸都被他给挠破了。他指甲还划进我右眼里，我右眼当时就流血了，眼前都是红的，看不清东西。我疼得捂着眼，倒吸冷气。汪汪汪！养母养的小博美欢欢跑出来，护在我跟前，冲着2人叫：珊珊，这狗怎么跟姐夫一样，不分青红皂白乱咬人啊！张旭波大声抱怨，可欢欢分明跟他隔着1米远。苏家山却想都没想，反抓着屋里扫把，一棍子敲在狗头上，狗疼得直叫：别打欢欢！苏家山，妈死前交代过让我们好好照顾她的。我捂着眼焦急大喊，声音都是哑的。张旭波翻了个白眼，伯母要真脑癌晚期死了，葬礼怎么可能不通知珊珊这个唯一的女儿？姐夫，你这么护着这只跟你举办婚礼的狗，该不是真把她当老婆了吧？苏家山脸色一沉，举起狗，把它狠狠摔到了地上，连主人都分不清的畜生！我让你咬人！欢欢满身血，瞳孔一点点放大。我崩溃看着这一幕，踉跄着走过去，想要抱抱他，可苏家山一脚把他踹开了。他堵在我身前，看着我流血的右眼，眼底闪过一抹不忍，又化为冷厉。
让我妈装病逼我结婚，有意思吗？陆晨，识趣点。我心情好了，可以跟你结婚。可你要是再跟我妈逼我，我保证跟你分手。苏家山说完，匆匆扶着张旭波离开，去打狂犬疫苗。因为他的偏袒，我过去不知伤心过多少次，可失望积攒多了，我的心已经不会再为他痛了。我只是抱起欢欢，用最快速度赶往宠物医院。路上，我一直在祈祷，求老天给他个活下去的机会。可老天爷从来听不见我的祈祷，他冷血带走生下我的爸妈，养育我长大的养母，现在又带走了欢欢。我浑浑噩噩找宠物殡仪馆，给欢欢办葬礼，把他埋在了养母的身边。从墓园回去，我惊觉眼睛疼得厉害，跑去医院检查，才知道被苏家山打得眼角膜脱落，还伤到了眼球。幸亏来得及时，不然整个右眼就废了。我心有余悸，又恨又怒。我在朋友圈发通告，告知大家我跟苏家山解除婚约并分手。发完后，我躺在病床上想着过往，心里沉甸甸的，到后半夜才睡着。第二天醒来时，苏家山跟张旭波来医院找我，就是死了一条狗，大不了我再还你一条。你说什么分手？陆晨，再一再二不再三，你别挑战我的耐心。苏家山怀里抱着一束玫瑰花，递到了我跟前。他跟以前一样，打个巴掌给柯早，以为我会原谅。我接过花，用力砸到了他脸上。狗死了，你要赔我一条。咱妈死了，你是不是也要赔我一个妈？玫瑰在他脸上划出血痕。张旭波皱眉，姐夫，你没幽默的天赋，也不是非得学我，一直拿伯母死开玩笑，挺没劲的。苏家山摸着脸上血痕，恼羞成怒，你为了一条狗非得跟我闹分手是吧？行，我现在就跟我妈打电话，告诉她装死逼我也没用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跟你结婚。他给养母打电话，好半天没人接，只有养母生前聘请的律师团队走了进来。为首律师道：终于找到苏小姐了，我们现在需要处理下您母亲的遗嘱。律师都来了，我觉得苏家山这下总该信了。他却收起手机，不耐烦道：好你个李律师，为了配合我妈装死逼婚，你们这些律师也演上戏了是吧？这就是你们律师的专业素养。李律师人都懵了，什么装死？苏小姐，你母亲脑癌晚期去世，葬礼都办完了。闻言，苏家山瞥我一眼，行啊陆晨，口供都提前串通好了是吧？我忍无可忍，我骗你有什么好处？这里就是医院，
你大可以找这里的医护人员询问。你要是再不信，李律师手里有妈的诊断证明、治疗记录跟死亡证明。李律师很配合，从公务包里拿出文件，递到了苏家山跟前。他一一翻看，脸色一点点变得苍白。苏家山艰难吞咽着口水，眼睛血红，身体也跟着颤抖。他猛地抬头看向我，里面盛满了痛苦不堪和慌乱。张旭波却扑哧一声笑出声，笑得忍不住拍大腿。别说，伯母跟姐夫这些证明都搞得挺真。我记得姐夫有朋友在这家医院做医生吧，是让他帮我也开2张脑癌晚期证明呗。我想吓唬别人玩玩。苏家山一秒变脸，当场把那些文件砸了我一脸。为了逼我结婚，不择手段是吧？陆晨，我告诉你，这辈子我都不可能嫁给你，你死心吧。他拉着张旭波的手，大摇大摆离开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除了恨意，再无其他。没多久，我看到张旭波发朋友圈，附带着他跟苏家山的接吻照片。真爱永不错过。苏家山也发了2人的接吻照，附文新男友。这次是真爱。张旭波朋友还特意给我发了一段视频，视频里他们都在酒吧，一群人起哄下，苏家山跟张旭波热吻。有人笑问珊珊，现男友跟前男友哪个亲起来感觉好啊？苏家山笑得又娇又媚，这还用说？当然是现男友。陆晨那种呆瓜，要不是为了气我妈，再过8辈子，他都不够格做我男朋友。他们又说起我跪在地上学狗叫，还有婚礼现场跟宠物狗结婚的糗事，完全把我当小丑。张旭波说起我养母装死的事，还跟苏家山带头哭丧，嘴里喊着哭丧的话，脸上却在笑。一群人俨然把我养母的丧事当成闹剧。我忍着不适看完视频，以为自己会难过、痛苦、难堪，可我胸腔里却只剩下寒心跟恶心，眼里也干涩的再也流不出泪。我关掉微信，从云端调出家里的监控视频，翻出苏家山扇我巴掌、摔死欢欢的那段，打了报警电话。养母等苏家山懂事等了20多年，我等他幡然醒悟等了近10年，可我们谁都没等到。一个习惯了别人付出又没心没肺的人，是不会突然长出良心的。我不会再妄想他幡然醒悟、痛不欲生。接到报案，有民警来医院找我，带我去派出所。等我到那时，苏家山跟张旭波已经在派出所了。让我妈装死逼婚不成，改成用坐牢逼我了。苏家山脸上尽是鄙夷。张旭波翻了个白眼，姐夫跟伯母一样不择手段，难怪伯母那么想让他当女婿。我面无表情扫过他们，
对警察道：“他们这种态度，我没办法跟他们和解。”苏家山打我，导致我右眼险些失明，还摔死我价值1万的赛吉犬，损害我私人财物。她男友张旭波踩碎了宠物犬头上戴的水晶王冠，价值15万。我要他们坐牢。养母安排欢欢给我送婚戒，他的水晶小皇冠还是他特意定制的。苏家山见我来真的，眉眼沉了下来。我妈喜欢你，你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。你说，要是我妈知道你为了一条狗，想让我坐牢，她还会这么护着你吗？苏家山给养母打电话，可这次不止没人接，还关机了。他又黑着脸给顾氏集团的律师团队打电话，让他们立刻安排人过来。不到半个小时，就有2个熟悉的律师赶过来了，但他们没去苏家山那边，反而站在我身旁。苏家山皱眉：“你们是要替我辩护？搞错人了。”律师道：“苏小姐，搞错的是您。方女士除了给您留下2000万存款外，她其他遗产都留给了陆晨先生，他现在才是顾氏集团董事长，也是我们的雇主。”苏家山嗤笑：“你们的戏都排到遗产这一步了。好好好，我答应跟陆晨举办婚礼，这总行了吧？你们的闹剧可以结束了。”啪！我一巴掌甩在他脸上，咬牙道：“你脑子是被屎糊住了？听不懂人话吗？没人会跟你和张旭波一样，不分场合、不分轻重乱开玩笑。妈1年前确诊脑瘤晚期，上手术台成功率只有5%。她最近总是进医院，瘦的只剩皮包骨。你就一点都没发现吗？她本来想等我们办完婚礼就去做手术的，成功了能多活几年。可她婚礼上被你气得病情加重，进了急救室。她撑着一口气想见你，你却跟张旭波演什么床戏，让他死不瞑目。甚至我通知你来葬礼上，你都不肯。他有你这种女儿，倒了8辈子血霉。养母到死都没等到女儿的道歉。但是没关系，就算是威逼利诱，我也得让他给他磕头认错。苏家山想起他妈最近1年处处不对劲，终于意识到我说的都是实话。我妈，她身体一直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脑瘤晚期去死了？怎么会？怎么会这样？她身形踉跄，脸色煞白，险些摔倒。张旭波赶紧上前扶住她，还不忘回头训斥我。不是我说，姐夫你开玩笑也得有个度吧？我再没容忍这个比我大2个月的大男孩。怒吼道：“开你妈玩笑！”张旭波，我话撂这里，要么你跟苏家山去我妈跟欢欢墓前跪1个月，要么你俩去坐牢，自己选吧。我吼得太用力，被包扎好的右眼都在发疼。
我没心情听苏家山跟张旭波狡辩，让律师留在派出所。我回医院，他们后来还是去我养母墓前跪着了。只是才跪第一天，苏家山就给我打电话，声音比平时要温柔许多。你没必要因为吃醋，就针对阿波。我跟他在一起就是为了气你，我心里一直爱的只有你。你没必要迁怒他，让他跟着跪在墓园。我冷笑，吃醋迁怒。苏家山，你别太看得起自己。张旭波做了那么多伤害我跟咱妈的事情，我报复他理所应当。我在他面前，态度从未如此强横过。苏家山装不下去温柔，怒道：阿波只是个爱开玩笑的大男孩，他从来对你没有恶意。他毁了我的毕业典礼、生日宴、订婚宴，连我的婚礼都给毁了。苏家山，他把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都给毁了。这不叫有恶意。什么叫有恶意？我越说声音越大，可苏家山就跟以往一样，根本不会体谅我的心情，只会觉得我无理取闹。他烦躁道：那不也是我的婚礼吗？我都没计较。你计较个什么劲儿？张旭波凑到他手机旁边，委屈道：姐夫，我哪知道你这么玩不起啊？大不了我以后都不跟你开玩笑了。这总行了吧？我算是发现了，别想着跟这两个人讲道理，不然被气到的只会是我自己。我利落挂了电话，翻出苏家山的微信，连续发过去几十张照片，还有好几段视频。苏家山，你总说我玩不起，希望你看到这些照片跟视频不要生气。第一，你之前喝醉不是跟张旭波舌吻，而是跟他找来的一只流浪狗。他特意录制了视频，还发给你所有的朋友看了。他这只是跟你开玩笑，不要生气哦。第二，你美救英雄救下张旭波，被那些小混混打得半死那次，是他自导自演，他只是跟人打赌，看看你会不会拼命救他而已。赌了100块钱呢，他只是跟个玩个恶作剧，不要生气哦。第三，你不是恨那个跟妈有婚外情的男人吗？张旭波是他儿子，他也恨你，处心积虑接近你，就是为了把你搞得家破人亡。他还是个小有名气的复仇博主，你每天都会给他粉丝提供新的笑料呢。啊，你被张旭波耍着当小丑玩呢，不要生气哦。我把张旭波恶作剧视频链接发过去，才收起手机。棍子不打自己身上，永远不知道疼。苏家山总说我跟养母玩不起，恶作剧对象换成他，看他受不受得了。关于张旭波的这些资料，都是养母生前找人调查的。他知道苏家山自尊心强，怕他得知这些会崩溃，一直在想怎么在保全他自尊心的情况下，告诉他实情。
可当妈的在意女儿，她却半点不在意她，也不在意我这个与她相恋13年的恋人。养母死前才彻底对这个女儿失望。她哭着拉着我的手，一次次跟我说对不起。阿晨，都是妈妈没教育好珊珊，她才会做这么多伤害你的事情。我不知道她怎么会歪成这个样子。明明我已经很努力去教育她了。对不起啊，阿晨。养母漂亮又有能力，可她后半生都在替苏家山给不同的人道歉。以前是被他打的同学，被他气炸的老师，最后是我。我一遍遍说着没关系，养母却不能释怀，流着泪悔恨而终。我看着手机上他抱着欢欢的合照，心口像是破了个大洞，疼得厉害。那些照片、视频发过去还不到1个小时，派出所就给我打来电话，让我过去一趟，说是苏家山找人把张旭波给打了，他眼角膜脱落，断了3根肋骨。我跟苏家山既不是夫妻，又不是兄妹，为什么要管他？我没去。最好张旭波起诉他，让他去坐牢。可他跟他相处这么多年，竟然真对他有了感情，最后选择了和解。之前狗离张旭波1米远，都没碰到他。苏家山还心疼得带他去医院。现在他被他找人打得这么重，需要住院治疗，他却压根不管他，而是去墓地跪着。炎炎夏日，苏家山跪到昏厥，被墓园保安送到了医院。他清醒后给我打来电话，声音沙哑又委屈。我在墓园跪太久，晕倒被人送医院了。你都一点不心疼吗？平时他有个头疼脑热，我跟养母一个比一个跑得快，这次都住院了，也没人问候一句的。他受不了这样的落差，可我为什么要在意他的感受？妈晋级就是抢救，还有你摔死欢欢，打得我右眼差点失明时，怎么没见你心疼我们？我挂了电话，直接把苏家山拉黑了。可苏家山知道我住哪个病房，穿着病号服就来找我。陆晨，都是我的错。我没想到我妈真的去世了，还因此误会你，情绪上头摔死欢欢，打了你。对不起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苏家山向来豁得出去，以前做错事，他会给我送礼物说情话，软磨硬泡。这次他也知道自己做得太过分，直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跪着爬过来拉我手。我用力甩开他。苏家山，不是什么错都值得原谅。苏家山红着眼，可你也知道，这不能全怪我。妈出轨离婚，对我掌控欲还那么强，换成你，你能不恨他吗？我怒道，是他喝醉酒被人侵犯，你爸不信他，提的离婚。这件事苏家山从没问过他妈，
他也从没跟他说过。他愣在原地，像是受到了什么打击。可我爸不是这么说的。我也不知道他是被强奸的，才那么恨他。我只是想跟他对着干，才会在张旭波居心叵测的挑拨下，那么对你。其实我每次伤害你后，我心里也很难受。每次我不都安慰你了吗？他找了很多借口，可改变不了他本性恶劣的事实。我只厌恶看着他，任何有一个有良心的人都不会摔死家里养了5年的狗，不会无视自己父母的死亡，也不会恶意羞辱、殴打自己未婚夫，更不会做了这些后想方设法推卸责任。我每说一句话，苏家山脸色都白上1分。我会弥补我犯下的错。他站起身，跌跌撞撞跑出去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想起往事。我10岁时亲生父母去世，也没亲人愿意养我。养母是我父母好友，他心疼我，把我领养回家。从此我有了个妹妹，就是苏家山。他恨养母掌控欲太强，操控他的人生，跟他向来不对付，母子俩处得像是仇人。他对谁都好，包括我这个新哥哥，唯独对养母恶言恶语。他故意在学校闯祸闹事，害得养母经常要替学校替他收拾烂摊子。明明他很聪明，接受名师辅导，琴棋书画跟学习成绩都可以做得很好，可他偏偏高考交白卷，别说名牌大学，连大专都上不了。别人提起他，都是恨铁不成钢。可喜欢他的男生一直很多，包括我。他长得很好看，做什么都游刃有余，那种桀骜随意的样子，对我这种乖巧到老实的人来说，有种说不出的魔力。所以他跟我告白时，我红着脸答应了。我跟他偷偷接吻，被他诱哄着品尝禁果。他那时恨不得把我捧在手心里，让我一度以为爱情就该这般甜蜜。然而，养母发现了我们的恋情，她确认我真心喜欢苏家山，就跟我解除了领养关系，让我们到法定结婚年龄后就领证结婚。我本以为那之后，我跟苏家山会按部就班结婚生子，恩爱一生。可他却突然对我变了脸。他认为我跟他的婚事一早就是养母安排好的，认为我接近他是别有目的。他开始跟张旭波走得近，由着他欺负我，那样忽冷忽热的态度让我痛苦万分。我想过分手，但他又说自己跟张旭波清清白白，从未变心。他每次惹了我以后，会给我送礼物，抱着我撒娇道歉。我舍不得这些年的感情，总觉得他就是叛逆，会改的。一等就等了近10年，他没学会尊重我，反而变本加厉。我不相信苏家山的良心，
也没指望着他自我赎罪。我给律师打电话，问他起诉苏家山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。律师说我右眼只是差点失明，算不上轻伤判刑标准。欢欢是一条狗，只能算私人财物。而且苏家山跟张旭波后来认错，态度良好，又赔偿到位。就算我坚持告他们，顶多就是把他们拘留几天。我不太满意，但能拘留几天也行。苏家山被拘留了半个多月，他出看守所后，当天就去了墓园。他不管不顾，在养母墓前跪了1个月，整个人都瘦了一圈。1个月后，苏家山离开墓园，他在公共场合下跪学狗叫，还邀请亲朋好友，给自己跟一条公狗办了婚礼。他录制视频发给我，把曾经施加给我的所有侮辱，又施加到了他自己身上。苏家山给我发消息，欠你的，我都会一一还回来。求你给我一次机会。可他扎了我一刀，我会流血，会疼。他再扎自己一刀，也去不掉我身上的疤。账不是这么算的。我没回他消息，把他新号码拉黑了。我在网上订了30封量身定制的手写情书，在下面附上张旭波带有成人暗示的照片，诸如挺胯、手摸裤子鼓起的包。这几张照片都是他以前故意挑衅我，发给我，让我拿给苏家山看的。等手写情书写完后，我让店家发给了张旭波所在部门的同事，不论男女老少，连他的顶头上司也发。张旭波当天就给我打来了电话，愤怒质问伯母勾引我爸，还倒打一耙告他强奸，毁了我家庭。我报复他有错吗？为什么你跟珊珊都要报复我？我嗤笑，是你爸趁他喝醉侵犯他，他是受害者。况且，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？你要一而再羞辱我、欺负我。张旭波嗫嚅着说不出话，因为他喜欢苏家山，才报复我。并不是我做错了事。他咬牙切齿道，可我都被珊珊打成这样了，他也拒绝我的告白了，我还不够惨吗？我皮笑肉不笑，情绪别这么激动。我只跟你开个玩笑，你别这么玩不起。才刚开始，他可别跪这么快，那多没意思。这之后没多久，苏家山带了一条赛吉博美来找我。他晒得又黑又瘦，再不复曾经的慵懒肆意，眼底尽是忐忑跟小心翼翼。陆晨，你看，我把欢欢给你带来了。他说着话要把狗往我怀里塞，我没接。不是每条博美都叫欢欢，狗死了就是死了，不是他新买一条，就可以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。苏家山咬了咬唇，他还是长得不像。我去找条更像的，找再像的也没用。他在连续找了6条赛吉博美，还是被我拒绝后，
终于意识到了这一点，他却仍不肯放弃。我谈完合作回家时，在家门口看到了蜷缩成一团的苏家山。见到我，他站起身走过来。陆晨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就是误会我妈，恨她，不想跟你结婚如她的意，才会那么伤害你。可我爱你的心从来没有变过。我真的很后悔以前没考虑你的感受。她长了好几根白头发，眼底都是血丝，眼下青黑，狼狈得像是老了10岁，看得出是真心后悔了。可我只淡淡道：世上没有后悔药。然后绕过他想走，苏家山却拽住了我，红着眼质问道：我们认识18年，恋爱13年，这么久的感情，你就这么轻易割舍吗？我抬头看他，讥讽道：我跟你有过3年的美好回忆，可那点回忆不值得我浪费一辈子，10年就够了。我一点点掰开他的手指。苏家山慌了，乱了，声音都在颤抖。可你被我妈养大，她的遗愿就是让你娶我呀。你忍心让她带着遗憾离开吗？你错了。妈的遗愿从来不是让我娶你，而是让我娶走幸福。她死前最后一句话，就是替你跟我道歉，让我千万不要娶你这样不珍惜我的人。我侧过身，鄙夷又怨恨地看着他，他这辈子最恨有你这么个糟心女儿，你是他人生唯一败笔。苏家山正在原地，泪流满面，他缓缓蹲下，抱头痛哭。此时此刻才真心实意感到后悔。可惜，从养母去世的那一刻开始，这世上再不会有人全心全意去爱他了。我没搭理他。回家。第2天，苏家山给我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道歉信，我没看，直接扔进了垃圾桶里。他没再来骚扰我，也不知去做什么了。我也没管他，专心为张旭波准备惊喜。他负责向重要客户汇报时，我找他们公司实习生把他的工作 PPT 换成了他的成人暗示自拍，还在自拍边上打了挑衅、蔑视客户的话。他奶奶寿宴上，我把他准备的礼物换成了狗屎。他找了新女友要谈婚论嫁时，我雇了几个大姨当街质问他为什么劈腿，为什么是 gay 还要祸害女孩子。张旭波工作黄了，恋爱泡汤了，还被家人指责质问。他红着眼睛来找我，歇斯底里：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你知不知道我人生都被你毁了？我摊了摊手，无奈道：就是跟你开个小玩笑而已。你看你怎么还玩不起了？他不是喜欢打着恶作剧的幌子，做尽恶心人的事吗？那现在，恶作剧对象是他了，希望他尽情享受。之后10多年，我每年都会把自己收入的90%以养母名义捐给了妇女儿童组织。
还有保护流浪猫狗的慈善基金。因为工作能力出众，我成了知名企业家、慈善家。追求我的人也不少。我谈过几次恋爱，不过从来没有结婚的想法。苏家山拿着养母给他留下的那2000万创业。他从小聪明厉害，只要他认真做的事情，都会成功。他公司规模发展得很快，媒体上金融板块屡次提到他。也曾有记者问他，苏小姐为什么工作还这么拼命？听说你之前喝酒喝到胃出血，熬夜做方案被送进 ICU。 苏家山说，因为想证明给我妈看，他教育得很成功，也想证明给我的心上人看，我在为曾经的傲慢跟自以为是赎罪，希望他回头看看我。他现在变得很谦逊，会抽出时间做志愿者，会捐款，会给流浪猫狗喂食，也会给公司员工父母发福利，感谢他们培育出的优秀子女。所有人都说他变得很好，可我做不到原谅。后来有共同朋友找我，珊珊胃癌晚期，时日不多了，你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她？算了，没什么好见的。我最后也没去医院见她，只是去墓园看养母时，看见她葬在了她旁边，上面刻着一句话：我用一辈子来赎罪。你原谅我了吗？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